可能没玩过赛马娘，但你一定知道毕竟就国内各种音效和二创的盛行程度来说啊，我很难想出有什么能让人不说出天下谁人不知君的理由。而就在近1个月的时间里，我发现外网也开始流行起了赛马题材的相关热潮，只不过老外们玩梗的方向有点奇怪，或者说应该是非常奇怪。它既不是我国内网友熟知的那个赛马娘手游，也不是上流人群热衷的线下赌马，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极其简陋且抽象的像素赛马比赛。外网这个梗被称之为赛马测试，是黑叉上的用户在4月初发起的一项娱乐竞猜项目，玩法就是和现实里正常的赛马类似。在比赛开始前，观众们有10秒钟的时间来选择自己心仪的马匹，时间抵达胡萝卜的位置就算胜利。规则倒是不多啊，可其中充斥的槽点那是一点不少。比如说，作为主体的马，要不是有作者说明，谁能认出眼前这个形态各异的两脚生物是马？更重要的是，这些马不仅长得十分抽象，就连运动轨迹也是同样的抽象。每匹马都像是无头苍蝇一样做着不规则的运动到处乱闯，加上相互之间有物理碰撞的效果，在面对一些复杂的地形时，行动路线可以说是完全靠随缘。听到这里，有些人是不是觉得这个玩法很眼熟啊？是的，因为很多年前国内就流行过类似的玩法。选好地图，给小球打上各种标签，然后观众们就可以买定离手等待结果了。往往正是因为它具备零门槛、高随机性、没有操盘行为等等特点，所以执行起来就很能让观众收获到最简单廉价的快乐。而赛马测试的优势是在于它还有一个母抽性模型的像素画风，所以便在黑叉上流行了起来。作者也是既听取广大网友们的建议啊，对赛制和各种小细节进行优化，发展到今天这场虚拟赛事已经非常完善了，基本每天都会有新的比赛供观众们消遣的。有的人甚至会记下每一匹马的得分，顺带还会分析一下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，认真计算具体的赔率啥的，搞得好像真的有马场一样。但你别说，有些马的表现还确实给人留下了小小的震撼，成为广为流传的明星选手。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橙马，咱们这里简称 JM。 实际上在早期版本，这些马没有单独的名字，全都是用颜色来命名的。在机制的不断完善下，赛事在4月7日更新了一条新规矩，只有胜者才配拥有自己的名字。而在以往的比赛中，冠军席位通常都是被橙马拿下，因此 JM 的大名才得以在观众间流传。国外的网友们便结合起了赛马娘，为 JM 创作出了诸多版本的同人图。一般来说 JM 的二创都少不了皇马的介入。皇马的特点是在大多数比赛前期往往都会处于领先优势，但总会因为各种原因最终输给橙马。明明谁领先谁落后都是运气所为啊。但在网友们的 YY 下，剧本就变成了皇马其实一直在暗恋橙马，为了让心爱的人获得胜利，这才故意输给他的。而在4月21日的那场比赛中，出现了一段两者孤女寡女共处一室的名场面，突如其来的节目效果更加坐实了网友们的 YY。 于是只要涉及到两者同屏出现的画面，二创往往就会向百合趋势发展。除了这对 CP 之外，还有一匹马有着很高的人气，它便是青色的那只。因为这匹马基本上就没赢过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自己的名字，这种楚楚可怜的气质反倒是助长了它的人气。在粉丝的强烈要求下，作者让他和同样没怎么赢过的白马进行 solo。 这一对卧龙凤雏在经历了7分多钟的苦战之后，最终以青色输掉比赛而告终。正所谓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，最后实在没招了，作者给他开了特例，让他在相对空旷的场地单独来一场。就这样，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吃到了胡萝卜。接下来就是万众瞩目的展示名字环节，结果费劲巴拉的绕了一大圈啊，大伙才发现这只马的名字就叫青色。虽然多少是有点草率的意思在里面，但至少再也不是一个无名无姓的存在了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经过这次事件，最差劲2人组的青白 CP 算是在粉丝群体间传开了。除了搞 CP， 不同颜色的马相互之间还有很复杂的关系，已经有粉丝根据实战对局整理了一套详细的关系列表，细细品味一下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呢。总之，在网友们的共同搭建下，这些抽象小马已经成了一个颇具谈论度的外网新梗，最新最热的创作仍在持续产出中呢。前不久，原作者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观，玩法还是那个玩法，只是这次的主题从陆地换到了水里，竞猜对象是各种各样的鱼类，就比谁能先咬钩上岸。有了上一轮的经验，这一代的同人图自然也是不会少的，创作思路基本也都大差不差，多的咱们就不放了，感兴趣的可以去原作者那里自行了解。也许会有人觉得老外们看个抽象像素都能联想到美少女二创，这未免也太压抑了吧。这么说多少是有失公正了。我上面提到的那个小球淘汰赛，要知道它的原版只是各种不同颜色的小球，在国内一样能给你整出不少同人二创来呢。我觉得重点不是在万物皆可拟人，而是在于有些东西它的设定非常简单且空白，这是因为原作者留出了足够多的空间，所以二创起来才会让人觉得一个社区充满活力。估计这也是很多同人创作者的初衷，毕竟越是简单的东西才越有开发的空间，不是吗？